这里先看到做这一次测试的树莓派硬体配饰，首先是这个是电源，这个是 Type C 的电源线，然后它是接到5伏3A 的一个变压器，然后这个是 Micro HDMI 去转 HDMI，然后转到这个是影像截取装置，所以这个影像截取都是在 Mac 上去录制的。然后在这边 USB 接口这边，上面这个是键盘，后面这个键盘，然后下面这个是滑鼠，然后接下来是用 SSD 开机，这是 SSD 的线，然后下面这个是这个 USB Hub，这个 Hub 预计还会再接上这个金士顿128G 的随身碟，然后利用这里来传输资料。然后开机记录树莓派，这是 Ubuntu Mate 的一个启动画面。这里先把这个视窗关闭，然后这边看到这边有一个这个，因为声音它预设都是从这个类比的一个耳机讯号出来的，所以这里要把它勾选成另外一个选项。这个虽然也是写类比的，但是这是从 HDMI 来输出。这个工具利用这个工具就可以简单的做一个切换。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就要从声音这个选单下面去点击声音设置，然后从声音设置的这个输出这里，然后在这里立体声做这两个这边的切换。然后这个在这个工具栏的这个小工具，它是开放原始码的一个工具，它的原始码在 GitHub 这个网页。然后从这个网页一直往下走来看的话，从安装这里 installation，然后这边有一些安装的指令，透过这些安装指令，然后再利用上面这里点滑鼠右键，然后清这只面板，然后把这个工具名称输入到这个面板里面，就可以把这个工具放在这个工具栏这里。然后继续把 USB 把它插在 Hub 上面，可以看到这边就是这个 USB 金士顿 USB 里面的资料。接下来要把这个 Big Box Bonnie 这个资料夹把它复制到桌面好。可以看到这是 USB 3的一个速度。这个 Big Box Bonnie 这个是一个用 Blender 制作一个动画，然后这是里面的一个动画的档案。复制完成。这里搜寻这个动画，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些资料。然后在这个它的网站在这里，从这里就可以下载它的一个相关的资料，然后从 download 这里就可以下载它的，包括这里有一个4K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档案。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创佑系名标示的一个动画，同样在 YouTube 上也可以去观看它。然后这里把网页关闭，这里也把金士顿这个视窗关闭，然后打开复制到桌面上的这个影像资料夹。这里从这个480p 开始播放，这是内建影音播放软体。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它在播放这个动画。480p 并不会有什么问题，但是这边都可以看到它是很顺的去播放。
然后接下来再换到这个 720P。基本上在 720P 这里，它也是很顺的播放，没有太大的问题。然后再换到1080P，然后注意这是30 FPS 的一个速度。在1080P，然后30 FPS，基本上它还是很顺。没有太大的问题。接下来继续看到1080P 60 FPS 的这个档案，这里还是可以播放的。就影片上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但是我在实际之前在测试的时候，它在1080P 60 FPS 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卡顿，但不是很明显。继续换到4K 这个60 FPS 这个档案，这边其实已经开场，可以看到明显的卡顿。这边可以看到都是卡顿的情况非常明显。也就是说，在树莓派4B 的影像播放上面，这里不用 YouTube 是因为这有一个网络的因素，如果网络不稳的话，播放 YouTube 也会有问题。然后这里边可以看到，从480P，然后720P 到1080P 30 FPS 都没有问题，然后到1080P 60 FPS 的时候会稍微有卡顿的情况，然后4K 的一个2160P 的影片，这个影片的话基本上是播放是完全会卡顿的，没有办法顺畅播放。因此，这个数位派它的这个 GPU 大致上在5 Mate，它的一个解像能力大概就是在要顺畅播放，就是1080P 30 FPS 这个部分。数位派4B 8GB 并不是完美的硬体，当然不适合同时开太多软体视窗，或是同时开太多浏览器的分页。但是实际使用方式还是因人而异。数位派4B 8GB，我个人认为只适合电脑的轻度使用者。如果是重度使用者，因为 CPU 本身就不够力，大约是现在 X86 赛扬等级的 CPU，所以不建议重度使用者拿数位派当日常使用的电脑。至于电脑卡顿的情况，有很多原因。数位派4B 8GB 在处理大档案资料，例如播放4K 影片就会卡顿，玩重负载的3D 游戏也会卡顿。其他还有 USB 3硬体的先天干扰无线传输讯号 2.4G HD 的问题。我是认为，如果要用，就要解决不合用的问题。如果真的无法解决，那就只好换更适合的硬体来用。以上是对数位派4B 8GB 在 Ubuntu Mate 的初步测试。如果有其他问题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我会试着找出解决的方法，再分享给各位。